可是我在你在 Facebook 上有看到？看不到，看不我到吗看不到，看不到，它？Facebook 看不进到，去都是但是 YouTube 我们都是看到。正阳宫的，没有 YouTube 进去我们都是正看到。对 阳宫的。YouTube，我们现在已经 live 喽。哦，来，我们开始了。气功不藏私，从零开始问到通。Hello，各位新朋友、老同学，大家好，欢迎来到我们气功直播系列课程第二集。我是今天的主持人，白燕时尚气功的督导教练玉华教练。今天呢，我们有很多非常重要、含金量很高的这个气功知识呢，要跟大家分享。我们当然要用最热烈的掌声来欢迎我们的这个要听一口气介绍，工龄超过30多，40年啊，教工已经有30多年，在全世界30几个国家广受欢迎的超级巨星气功巨星白燕时尚气功的掌门人白燕老师，嗨，白燕老嗨，师，大家好！你知道我们在前面出现什么事情吗？竟然短讯，直播断讯，所以我现在正在打字，我要给新的连接让大家上来。刚刚已经600多人在线上，现在突然全部下去哈。我请那个协会他们现在在提供新的连接，好，没关系，我们就好的，先聊一下了。好的，这个所谓的好事多磨嘛，对不对，对？总大家都知道是会。今天的内容很精彩，所以难免会有一点点这个小小瑕疵，让大家更加期待啊。是好，等一下呢，我们会开放这个现场的留言，然后是今天也是有大奖要赠送给大家。是的，什么奖呢？今天白岩老师也准备了燕宽老师特别精心设计教导的贵贵妃美容功给大家哦，哈，嗯。好，这个名额非常棒，而且我觉得这个功法真的是很多人练完之后啊，会觉得说，不用打那个医美就自动提上升了哦，所以呢，这么好的这个功法课程呢，今天有机会可以免费得到，不管你是新同学还是老同学哈。你都有机会可以得到。那怎么得到呢？等一下我们会现场就抽出来哦。OK，好。那么其实呢，今天哦，我觉得我想要利用一点时间来请问白老师，因为我觉得现在很多人这个工作非常的紧张忙碌哦。但是呢，这个回到家的时候，其实身体很累，所以都不太想动，但是嗯大脑又不想停下嗯。来，所以就一直看手机或看工作嘛。那我觉得这个造成了很多现代人最大的通病，就是想静不下来，然后嗯想睡不着觉。嗯。那么看医生，医生就会说，这就是归纳为是这个自律神经失调的问题哦。是。那我知道白岩老师特别为了这么多广大的这个学员的需求，也特别设计了一套功法，对不对？这套正阳功呢，其实疫情之前呢，我就有在思维哈，我们为什么会设计新的功法呢？当然，古功法是非常嗯好的哈，不过我们所有的嗯新功法仍然是建立在古功法的基础架构之上哈，也就是说，嗯东西不能凭空出来，它一定要有一些原始的背景哈，但嗯是这个我们一直在推广大运功、回春功、抗老回春法这些功法，我觉得非常好。主要是满足当初就是主要为了满足现代人这个第一个就是动的时间太少哈，然后嗯就是太长时间是在室内，太长时间是坐着，或者是太多时间是没有运动的状态之下，所以其实嗯这样大雁五行相生法是对这样子的人的帮助是最大的哈。那第嗯二套功法就是我们现代人因为比如说这个环境污染啦，饮食没有像以前那么健康啦，然后压力又大了，睡眠品质又不好了，然后很多不管男生和女生哈，其实这个等于是很晚结婚，很晚生小孩哈，嗯所以很多这个身体其实是在重要的时间点没有进行好的调理，所以就很多人提早衰老了哈。那我们发现说，这个老化现象竟然是从25岁就开始了，35岁嗯，就开始，很多人就有那个初老的现象，就是初始的这些老化现开象始出现出来了。老化，对，然后到了50岁的时候，就有非常明显的这个身体的机能的衰退哈。到了六十嗯五岁以上的时候，基本上就是开始腿脚不灵活，或者是一些嗯肌肉流失哈，然后嗯行动开始
变慢，思维反应变慢哈。那所以那个时候就觉得抗老回春法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如果我们能够自我调节内分泌，就真的能够延长青春期啊。因为青春期其实跟内分泌是息息相关的哈。那内分泌的调节呢，其实当然从医学的角度上面有非常多的医疗介入的方法哈。可是有非常多人想说，我是不是也可以用这个比较自然的方式，或者是天然的方式很多人就会转向这个健康食品补充这个保健品哈。可是大家不要忘了，还有另外一个非常重要的，而且就在你身上，而且你只要用得好，它效果就非常明显的。其实抗老的一个就是自我调节内分泌或抗老的一个大重点是在脊椎骨。好，所以抗老回春法的这个功法就非常的重要。当然在这个就10几年前，我就开始在发现学生，因为我们跟学生是接触很紧密的哈，我们并不是录好一个影片放在网络上卖课程的这种。其实我如果录好一个影片放在网络上卖课程，太简单了嘛，太简单了。是的，那太轻松了，真的。我们如何能知道学员的效果，或者是怎么样能够调整我们的教学呢？就必须跟学员是非常紧密的哈。所以我们就会有周末的团练，我们常常有这个各种各样的线上的辅导，以前实体的辅导，目的是什么呢？就是目的及时得到学员效果的反馈。好，那得到他们的反馈之后，我们要做什么呢？就是及时的去调整，不管是我们的功法，还是我们的教学，还是我们的配套，因为时代在变，人在变，学员的需求变，大家的生活习惯变，作息变，压力指数变哈。那就是我差不多10几年前的时候，我已经开始在我的课程里面在强调一个观念，就是自律神经失调这件事情了。当时其实在当然医学名词一直都是存在的哈，只是很少被讨论到。不管是在坊间，或者是在这个节目上，或者是在专家上，其实这个讨论度都还蛮低的时候，我就已经提出自律神经失调是一个慢性病的根源这个理念了哈。为什么呢？其实就是从学生的身上看到的。所以我觉得我们那个老师取白夜时尚气功是绝对是这个名副其实的哈，因为时尚气功就是要跟得上现代人的这个生活形态以及这个身体啊、心理各方面的调整。比如说，我记得20多年前我学功的时候，那时候老师为了要了解学生的一些这个学功的及时反应，我们当时是用手写的哈，这些心得报告有没有？然后呢，可能打电话到协会办公室去咨询、去请教。那后来慢慢随着老师说10多年前，其实真的非常有先见，因为10多年前刚好智慧型手机开始出现的时候，很多人就开始陷入那种精神焦虑因为没法下班了，下班依然一直不断接到很多指示，所以那个时候开始很多人就已经焦虑到睡不着觉，然后有一点你知道就是身心很累，但是又不想休息，想休息又不能休息，这就是很多人开始去求助精神科医师，然后就很多这种自律神经的问题就开始一直不断出来。那我觉得我非常好奇的就是，古人应该没有所谓的这一方面的问题，那老师怎么样把古代的这个就是古老的功法跟现代人的这个身体心理的需求，你怎么把它结合在一起呢？我觉得是这样子哈，就是其实说我的声音非常小，我的声音很小吗？还是还好？大家听得还好吗？可以再大声一点点，可以再大声一点啊，再大声一点吗？可以再大声一点。我觉得我已经最大声了。还是我太大，还是我太粗鲁，我太大声。我这样子好，你这个问题非常好哈。我们大概会有一个迷思，就是觉得古代的人应该是很多疾病是现代人没有的，我觉得是不对的。哈，就是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压力点哈。你是古人，可跟现在不一样了。现在我们去超市可以买东西吃，然后去商店可以买衣服穿，然后缺什么少什么就去网购一下哈。古人所有一切，要不就是自己劳动得来的，要不就是这个千山万水的换来的东西哈。所以我觉得那个压力点是不一样的。那再早一点的古人，可能就随时被野兽、老虎、野兽追，对，或者是那个
啊，邻里的那强个盗啦，或者强盗，或是是对对对或者是对对，官员的横行的是之类的。是是，所以其实我觉得一个时代、一个年代会有不同的压力哈，但是现嗯代的压力跟古代的压力最大的差别就是我们都有压力。古人可能是嗯今天有一顿，明天没一顿的压力，可是我们现代是丰衣足食，可是这嗯个压力好像更大了哈。我觉得我们现在嗯的压力是思维上面的压力，不是身体上面的嗯压力哈。那这个思维上的压力有嗯几点，第一个呢就是竞争。我觉得现在的竞争使得你的这个就是我们的交感神经永远是在嗯亢奋的状态你看竞争嗯在哪里呢？你上班工作是很竞争的嘛嗯，我们去过很多公司都知道很多公司有这个淘汰，就是啊、我就知道有的淘汰机公司。制，就我知道有的公上班上着司是上就收到通知了，对对，回家。有的公司真的很可怕，对，竟然是每3个月就淘汰最后的多少的人哈，所以你不天呐，觉得这是随时嗯人都是处在一个焦嗯。虑的状态哈？然后下那个班了，感觉是真的有点，对，有点类似像古人真的被野兽在追的那个感觉，谁跑得慢谁就被野兽叼走，对可不对？是你那个一样的。野兽还睡觉呢，对不对？然后野兽也冬眠嘛嗯，但是没错。现代人是下了班还是被追耶？你知道吗？下班被什么追啊？下班就是说我们被交通，现在的交通很多交通也是哦，很累。对，我有听一个学生说，他说他最大的期待就是如嗯果他不开车去上班，他会觉得非常嗯的幸福。然后 COVID 就啊，来了嘛，疫情就来了，然后就在家哦，里了嘛。然后他又跟嗯，我讲，老师，我现在觉得如果能出门就是最大的幸福哈。哎呀，所以现在真的其实老天很不难为啊，容易，很不容真易哈。的。然后我觉得另外一个呢，就是现代人的欲望绝对跟古人不一样。现代人的，嗯因为我们所拥有的太多了，丰嗯盛，能够选择的东西太多，物质生活的丰盛然后使得呢，反而我们更想要多，所以那个欲望一旦嗯起来的，又是交感神经的工作哈，所以我们常嗯常呼唤我们的交感神经大量的工作，嗯所以也是因为这样子，就导致他的难兄难弟哈，他的难兄难弟，他就是副交感神经，就是那个放嗯。松的那一组哈，都没有机会出来。老师可不可以跟大家稍微解释一下？因为可能有些新同学其实有这方面困扰，他分不嗯。太清楚，就是交感神经跟副交感神经到底有哪一些功用，或者是说我们如何判断自己需要这套功法？我用最简单的方式哈，交感神嗯经就是你早上起床之后，突然之间就觉得我那个热血满满的要出去工作，然后一整天的嗯工作，我的心跳、我的呼吸、我的脉搏、我的唾液分泌哈，我的汗分泌、嗯我的眼睛看世界、接收信息，所有这一嗯切都主力要靠交感神经这一套系统来帮助我们维持活力。好，那副交感嗯神经就是当太阳下山之后，其实是跟天地大自然同步的时候，副交感神经要出来做什么呢？它就让你慢慢的松弛下来，然后让你这个回到家以后，人开始慢慢放松，然后最终我们躺在床上就是能够安详的安静的入睡，很快的入睡然后整个晚上在睡觉的过程之中，我们大脑的可以去洗掉我们所有的这些疲倦大脑的冲洗功能，把这些所谓的我们脑里面的这些杂物把它清洗掉，然后我们的所有的这个血回肝脏，然后我们所有的这个脉搏开始慢下来，我们的体温开始降下来所以让你能够在睡觉的过程之中，所有的身体进行一定的修护，它会在自我修护其实很多是在睡眠状态之中，这也是为什么老师说练气功是非常重要的先调睡眠因为自我这个人的很多的修复功能其实是下班以后躺在床上睡觉，你不去主管，然后呢整个的身体的另外一套系统在主管的时候，它在做修护功能的时候，才能够帮你去修护很多身体受伤受损或者是老化的这些细胞。所以副交感所以神经就是让我们睡觉
休息、放松、哦，踩刹车。让你嗯慢下来让你心情平静，让你感受到身心的一种宁静和放松。但是我觉得了现在大嗯。部分人这个能力是下降的。是，我觉得像很多人就是他已经习惯于就是竞争嘛，然后嗯快速，然后思考很多，然后外面刺激很多，当他想静的时候，其实静不下来。嗯那所以现在的人的情绪也会越来越容易被激怒，有没有？我们有时候在那个网络上看到留言，大家动不动就会开始哇，那个情绪就非常的激愤哦，这是不是就是因为交感神经太过亢了？那老师刚刚是不是讲到了这个交感神经跟副交感神经的这些作用，感觉像是一组阴阳，对不对？对。那老师，你设计的这个成功跟夜功，是不是因为就是因应这个交感神经跟副交感神经这一对阴阳的这块功能去做的这个设计？那是。如果学员比如说他平常就是一个动脑很多很多的人，晚上比较不容易入睡、不容易静下来的人，他是不是要加强练夜功呢？或者他只练夜功或成功就可以呢？成功和业功是我们在所有的功法里面，其实以往的功法没有指定早上晚上来练因为嗯，对对以往的功法针对，比啊，如说还有大雁是针对12正经，它并没有早晚的差嗯，别或者是回对，春是针对这个任督两脉，然后针对奇经八脉，也没有早晚的差别。你说你刚刚要问我什么？就是以往我们都是这个告诉学员说，就是练大雁回春的时候，就是如果你比较不容易入睡、比较容易亢奋的人，就是尽量在白天练功嘛，对对不对？对对那对。但是就是没有像老师说的，就特别要分晚上或者是早上，因为以前我刚学功的时候，我只有晚上时间能练功，我还嗯是一样在下班晚上大概7、8点的时候我才练回春，但效嗯。果还是非常好啊。对对那对。我觉得这个有正阳功之后。老师分得非常清楚，有这个成功早上练的跟晚上练的。嗯。那老师，我想请问一下既然是成功跟夜功，如果在晚上的时候也练成功可以吗？也或者呃，是比较傍晚的时候练？其实没因为有些有差，人他说我对，没有差，是没有差，不是？对对对。哦，OK 像我们现 OK，在，我们刚刚结束10天的正阳功团练然后所嗯，以我们也是在晚上练成功，但是后面加了个夜功。哦所以如果哦，今天我晚上只练成功，后面没有嗯加这个夜功，也就是我启动了。其实成功和夜功加嗯，在一起，就是我在平衡我在做平衡这件事。对，那我嗯先练了成功，我又练了夜功，我就平衡了我的交感嗯神经和副交感神经。但是呢，嗯我们平常呢，希望同学在练的时候是早上练成功，晚上练夜功的原因是早上更适合交感神经嗯，这个它的哦，启动，就是尤其刚嗯学的时候，其实它是一个全新在帮助我们重新调整启动，我们称为校正时间就是以前可嗯能它两个都已经失衡了比如说交感神嗯经常常是亢奋的，副交感神经嗯常常就是有气无力的那我们在嗯刚学的时候，就是去校正这些失衡的现象，我们就希望你嗯，是早上练成功，晚上练夜功。那比如说我们在团练哦，的时候呢，我们是希望大嗯家能够在密集的时间，我们总不能早上一场嗯，团练，晚上一场对团练，同学在太对，忙了，我们就会把它放在一起。那放在一起，我也嗯不会是就是每一天都是同样的功法让大家团练。我有的时嗯候就是成功加和气再加夜功，有的是成功加莲花再加夜功，或者成功加嗯，夜功后面再加我们这个正阳功的进功，组合起来哦，让我们的嗯其实就是在这10天进嗯行多元化的调节。功法再嗯，好都好。不能一成不变。嗯。好，老师，我们先停一下，我想先请问一下我们的这个现场的这个观众好了，也可能好。是我们学员，也可能是新朋友啊。嗯。等我问完问题以后，等一下我们回来好好仔细的来跟大家这个讨论一下这个团练的部分，好不好？好好。我想要请大家留言，就是请问正阳功你在练正阳功的时候，你印象最深刻的是什么，好不好？好。请大家留言哦。比如说，你觉得对里面的哪一些功法动作的运用，你就会非常喜欢，或者是印象特别深刻的？我知道像有些人就是特别喜欢那个螺旋的
的那个感觉，或者是你觉得练正阳功的时候给你感觉，然后旭日东升，很有生命力的感觉。来，请大家留言好吗？我们要送出这个这个太有诱贵因了。妃美人弓哦，哈，所以呢，太有留言诱因了。留言哈。所以我们要挑出来一位，我们要马上送的哦，所以大家请赶紧留言哦。我好。们就同学们一边留言，然后呢，我们赶紧来听白燕老师来为我们讲解啊。这个其实很多人学功，当然很重视的就是看老师看功法的设计，还有就是在学习的这个很多的这个过程，比如说是直播的，还有或者是课后回播复习等等这一些。但是还有一点很重要，就是大家很担心我学了以后，我会不会有惰性？我会不会这个可能学一学之后就没有持续练了？嗯。在这一点的部分，老师设计了团练，对不对？那我想请老师来跟大家来这个好好的讲一下这个老师设计的这个团练，因为其实我觉得设计团练是非常需要技术的，不是说我们今天我们大家一起来团练就来团练，我觉得这个是。可能是有时候是看时间，或者是大家的这个方便度。但是白燕老师在做任何的这个课程或者是活动的时候，都一定有他的原因。我们来挖一挖，到底老师他背后是有什么样的用意，好不好？好。好，老师其实嗯团练这个就不要光说团练了啊，就是说我在嗯设计所有的我们叫做配套吧哈。嗯一般的就是我们一般去学这个所有的我气功啦或什么的哈，就是基本上嗯可能就是学完就结束哈。可是唯独嗯练气功这件事情，我认为它是一种生活方式哈，因为如果它不能够变成你的习惯，不能够坚持做下去，就算这个功法是这个再好的再厉害的武林秘籍的功法，你得到的效果就是那个初始的效果哈。那我们人是一天天的老，病是一天天的多，身体是越来越差，这个是毋庸置疑的，所有的人会同意这件事情哈。那所以你要拿什么去对抗这些老化，对抗岁月的流失，你的身体的机能的退化，你一定是要有一套方法的。那这套方法呢，一定要够好。但是最重要的是，你一定要能够坚持做下去，天天做哈。就像饭再怎么好吃，也得是天天吃嘛。你今天吃完了，明天、后天、大后天都不吃了，不可能不饿肚子的嘛哈。但是其实我这么多年就是研究出来，就是发现什么都可以容易，只有一件事情最难。就是让学员坚持下去，这个是顶大的难题哈，所以我才会去想说，我要用什么样的方法能够带着我的学员去跟我继续练下去，因为我不是那么我觉得我们功法好，然后我们的教学好，会被吸引。大家来学功是很正常的，因为口碑也好。可是如果我吸引他来练功，我却没有办法吸引他坚持练下去，我觉得这个就对他的效果会有短暂的效果，就是你刚开始学的效果会非常好，可是你怎么样能够让他跟你一辈子？另外一种想法就是说，我今天花一次的钱，我要怎么让一辈子都划算这件事情了哈。所以我就想说，怎么样让学生坚持下来？所以我们都有去设计怎么样去做这个什么时间段我就会释放出来什么样子的代工，什么样子的团练，什么样子的辅导，什么样子的强化，因为只有这样子的组合全部加在一起。再加上我们把学员一开始入门的时候就只配给一个专属教练，因为如果所有的学生没有教练，就直接针对白燕老师呢，我的学生太多了，我就可能不一定记得每一个人的状况。可是如果一开始入门的时候，他就有一个启蒙者，那个启蒙者就是和气教练。那这个和气教练呢，他有一份很重要的工作，就是从头记录到尾，就是记住他整个人的学习和练功的状况。那等学生慢慢这个有学功法多的时候，或者身体也是会出现反复的时候，他能问教练的时候，教练会记得，或者是教练 report 给老师的时候，把这个人的细节会告诉我。我觉得这样子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叫做分级管理了哈，就是医院现在也要分级嘛，对不对？然后我们的教学也是要分级哈。那有了这样子的一个教学的结构呢，我们就能够让每一个人
都有一个等于是他都有一个人在专属的去协助他。当然整体的这个规划啦、团练啦，这些东西是老师在后面去想的，可是我们常常跟教练聚在一起，让教练告诉我学生的学习状况，以及反映给我哪些地方我们要加强，我们哪些地方要进步。其实我们花时间在这上面是非常多的，但是我觉得这样是非常值得的哈，因为只有这样子学员才能够得益处哈。所以比如说我现在做的这个10日的团练的重点哈，我们做了10天的团练，我们也可以就是放一个影片好，然后就让大家看哈。可是呢，你会发现老师一定会在团练之前还会加了这个引言哈，然后每一天会讲一个小的这个重点哈。其实这些重点我们上课都讲过，可是为什么我会在团练里面再重新讲呢？因为上课的时候学的东西内容丰富，好是非常好的，内容会非常丰富的，可是我们的记忆是有限的哈，就是学着一边学一边，可能很多理论就会模糊，那这些模糊的理论呢，就会让你在练功的时候容易走形哈，因为所有的这个理论的基础如果是扎实的，你就会知道为什么我要做这样子的动作，做这样的动作有什么好处。好，所以我就会把这个团练的10天，比如说我们就讲重新再讲一次什么是自律神经啦，会讲五脏和睡眠的关系啦，讲阴阳平衡的重点啦，然后讲情绪啦，讲呼吸呀，再讲眼睛的训练啦，然后再讲练功的时候所有的这些气功并造的一些身体的反应，然后再讲脚底下那个足训多么的重要，最后讲这个螺旋的关节哈，所以这10天的10个重点是我精挑细选，而且它是有层次性的哈，就是如果我们把这个层次打乱了的话，其实学员就有点会混淆好，可是我的层次是非常非常分明的，就是这些是要经过很多的思维。那其实我从这次10日正阳功也看到了很多效果出来，这都是大家的心得反映出来，我也觉得非常开心。就是很多学员反映，比如说功法就提升了，然后呼吸调节能力增强，因为有同学反映给我说，以前练夜功在呼吸的时候，他觉得憋，好，可是经过这10天的团练，为什么我也可以就是回到老师的官网，因为这个所有教学所有的代工，所有的团练官网都有嘛。那我为什么要来参加团练？我回去看那个教学影片就好了嘛。但是差别就是差别在连续10天，每一天我会提醒他去重视一件事，而不是10天。就是每一天都重视10件事，因为重视10件事你就会重视不了。但是我每一天提醒重视一件事，在我的这个循序渐进的这样子引导之下，学员就会慢慢的重视那一件事，就有一点提升。第二天再来重视一件事，又一点提升。每次重视一件事，就等于有点搭积木，又再重新搭起来，修补，把一些那个可能记忆这个开始。忘掉的，因为我们没有在老师的告诉之下，很难知道自己哪里做的不够，或者是自己做的错在哪里了哈。那我希望说，就算我没看到你的动作，我也能让你知道你自己错在哪里，或者自己哪里不对，可以进步。这就是我们在团练的时候去安排的这些细节。那我觉得非常开心，有很多同学就是这10天的睡眠非常好，很多人就是反映说练完夜功的时候怎么好像人要昏倒一样。所谓的昏倒不是那种不舒服的昏倒，就是就想睡觉放松了就是非常放松。然后很多人反映精神状态就非常好，然后眼睛疲劳减轻，然后身体的这个觉知度提升哈，就知冷知热知道哪里你知道我们其实练气功的人最棒的一点就是我们不会等到大病都发生了还不知道自己出事了，我们都会知道我的身体的敏锐，对，就是个些微的变化就已经能够意识到我身体跟之前不太一样，或者是我最近跟前一段时间不太一样，就是这些不管是好的变化还是退步的变化，或者是身体这个
比如说被感染了，或者是这个身体有一些发炎的这些反应，我们都会比较敏锐。如果没有学气功的人，我觉得在这方面是比较麻就是木不仁，的，比较迟钝钝的哈。然后也有同学反映就是这10天因为跟着团练嘛哈，就跟自己一个人这样子学习又不太一样，因为他就专注度就提升非常多，然后又看到同学们都在那边大家好，老师好，晚上好，群组留言，然后完了又再去打卡，然后又再看到老师写的文章，然后又这个看到同学的心得的分享，我们还有小记者每一天结束之后都把心得再分享出来到群组哈，就觉得正向情绪增加非常多，就觉得真的好好。你知道现代社会哈，找到一群志同道合有共同兴趣爱好的人，还愿意同一个时间点一起做这件事，其实真的不容易所以我们做到这件事了哈。所以最后一点就是那个团体练功的凝聚力哈，就是很多同学说本来就想说今天就不练了想着大家都在团练哈那我就去试试看吧就第1天第2天，然后就这样不知不觉的就尽量就跟上了。然后很多人说老师，其实我已经好久没有好好的10天连着练功了。我心想我知道但是因为团练我就想说我重新让自己开始。很多同学写给就是老师，我让我自己重新开始，我重新开始练功，我觉得这样非常开心，我觉得非常的欣慰。我觉得老师真的太用心了哈，因为真的很多时候功法学完，我们不知道原来背后还有这么多很缜密、很专业的这种设计哦。确实从整个大课学完之后，我们可能还在记忆整个所有的这个架构，还有点模糊。但是呢，在后面的时候，老师一块一块重点抽出来的时候，我们重新那个重点又我记得了原来那个时候我有听过，但是我不是很理解的。那现在老师单独把它抽出来个主题，每一次团练的时候，一个主题出来的时候，我们那个突然之间跟功法还有理论就能够结合在一起哦。所以有跟着参加团练的同学真的是赚到了。同学们，你们有参加吗？有的来请赶紧留言。刚刚呢，我们请同学们留言说这个最喜欢这个正阳功的哪一个部分，或者是哪一些特色？同学的留言太好了，我都不知道该怎么去筛选我看到好多他们留言好棒哦，对呀。我觉得我们要考试一下好不好？对，我就是想说要考试考大家小题目给大家。我们准备开始好吧？玉华教练，那个题目和答案都给你负责哈。来，准备大家准备好了没？好，要开始了，准备好了喽。好，10天的团练，我们来验收一下大家。其实我觉得一定要考试过后才会知道自己到底知道了多少，所以我们学完练完懂了多少。好，来准备好。好，来，同学们，第一个问题就是自律神经失调会导致哪一些问题？答案呢，你要选出来哦。A 是只会影响睡眠品质。B 是仅对消化系统有负面影响。C 是身体的循环炸弹，会引发多种健康问题并形成恶性循环。哪一个是正确解答呢？来回答。好，我们第二个问题。答案他要写 Q1，然后 dash A 或 B 或 C 哈，这样子我们才等一下知道答案哈。OK， 你不能直接写 Q1 然后 ABC， 这个就不对了，你要写出那个正确的 A 或 B 或 C 哈。OK， 好，来我们第二题来。第二题我们来看一下哈，正阳功学习后能帮助学员在哪一些方面得到改善呢？A 只能改善睡眠问题。B 能轻松驾驭压力、情绪、呼吸，提升体力，改善睡眠品质，调节情绪。3就是 C 只对视力有明显改善效果。哇，这个答案太明显，同学这一题要是答错的话面壁思过根本是放水题。你们写答案的时候前面要写 Q 几才知道是哪一个问题。对，不然等一下就我觉得错的人好少哦。我好开心。白燕老师设计这个题目也是有用心的不是随便乱出的有的是有送分，有的是难的。好，来第3题来第三题来，夜功的主要作用是什么？好 A、B、C。A 是唤醒细胞活力，强化肌肉弹性。B 是平稳呼吸心率，帮助深度睡眠，卸除疲惫，消除负面情绪。
C 提升注意力，增强体力，促进血液循环。哇，这也是送分题啊，同学。送分题，我来，一定要给几个送分题哈。但是一定要，一定要。但是我觉得没有学功的人，或者是没有学过正阳功的人，即使是送分题也很难去，也不一定知道哈。来，我们第4题。来第四题。好，来，成功练习后的主要效果是什么？A. 消除一天的疲劳，促进深度睡眠。B. 平衡阴阳，调和五脏六腑。C. 唤醒细胞活力，血清素平衡，脑细胞活化。来，写出你的答案到底是什么？哇，同学们我觉得同学应该会说，老师，那你会不会公布标准答案？哈，我会公布，但是我会在官网的文章下面公布，我就迫使你去看官网的文章啊，因为官网我们10天的团练，老师写了10篇的文章哦。好，来，我们还有一题，不但有解答，还有解释哈。好，来下一题，学习正阳功对眼睛有哪一些好处？来，3个答案哈。A. 改善视力疲劳、视力模糊、老化、白内障、视网膜病变、黄斑部病变等问题的预防。B. 只能改善眼睛干涩还有眼压问题。C. 仅适用于改善近视和远视问题。哇，这个答案呼之欲出了，同学。经常用眼睛的同学，这个正阳功应该是非常清楚。最后一个题目是送分题哈，但是呢，也让大家重新完整的回顾一下，你们也是很用心、很努力、很认真的学完了功法哈。但是呢，回顾一下，其实我们是经过了什么样的过程？来，最后一个送分题。哇，你看同学们一直在留言哈，他们也是听得很热血沸腾的。等一下，不要我睡不着，练一练夜功就睡着了。OK， 好，来最后一题。正阳功课程包括哪一些学堂？ A. 入门学堂、进阶学堂、高级学堂。 B. 抢先学堂、白燕讲堂、自在学堂、精修学堂。 C. 基础学堂、实践学堂、理论学堂。哇，这么多的学堂，到底哪一个是答案呢？也有可能只有一个，也有可能是全部哈。同学们，玉华教练是在挖坑和有陷阱哦，你们想清楚哦。没有，我跟你讲哈，同学都不上我们的当哦，他们都是很厉害的。我基本上看聪明的，我现在这样子看留言，好像错的不多哦，真的很棒哈。我们刚刚那个断线的时候掉下去，现在人数都回来了，877，回来了。对。然后我们现在留言，你知道有多少个吗？1151个留言呢，哇，创纪录。我们会不会破这个 YouTube 的留言？我们来试试看。真的好棒，好棒！谢谢大家，好棒啊！同学很棒哈。好，看一下，继续留言哈。好，后面最后这一题，有一些同学就开始有点分歧了。我们看得出来，同学们在回答问题的时候，稍微有一点点停顿了，有一点点矛盾。所以呢，我想，白燕老师需要解释一下这一块吗？当然了，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哈，就是我们对同学的所有的，就是我为什么会安排这些，为什么会什么时候会做一些团练啦，有时候做一些复习啦，有时候做一些强化啦，有时候老师出来讲个课了，又做精修啦。我们常常比如说去新加坡啦，或者是去哪里，我们就会做精修课，对不对？大家都觉得说，老师你到底有没有这个就是数据基础啦，因为其实对，是谁心情高兴，还是有时间就做呢？老师你有时间才想到我们吗？还是怎样？其实白燕老师呢，从最开始教学就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习惯了，我觉得这个习惯非常重要，也是我这么多年一直持续在做的，就是我所有的就是这些都是有数据基础的哈，就是大家每一次在团练，包括每一次参加的人数，然后包括按赞、分享、留言、打卡的所有这些数字，我们都有收集起来，然后通过这些数据的收集，然后才知道说，我们未来要怎么做，或者是我们接下来要怎么做，以及我们为什么要这么做哈。所以这个
今天跟大家讲科普，今天这个是科普，就是白燕老师怎么样安排课程，怎么样安排团练，怎么样做这些给学员的学习成长的这些进步的这些调整。其实我有的时候是根据这2个曲线，一个叫做学习热情曲线，一个叫做参与疲劳曲线。你们想听吗？想听的话帮我做一件事情哈，在手机的右下角，如果你是用手机的右下角有一个按那个心爱心，好，来赶紧按心，按了爱心，我们继续讲。我按有效吗？你按也有效。好，那如果你是电脑或什么 iPad 版本的哈，你按大拇指按心都可以哈，反正就是按给它按下去。对对对，因为我们的那个这个 reaction 现在不够多哈，我觉得我们留言很多，但是 reaction 还不够多，来帮老师按，我们都没有得到爱心。对对对，大家太认真听都没有给我们爱心，或者气球都可以，随便你给我哈。OK， 那个留言里面我也参与按。彭怡慧留言里面的不算。你要按手机上的，赶紧去按旁边。你们不要在留言里面，留言里面的不算哈，留言里面的。我们现在要做这件事情什么？为什么我要讲数据呢？这个 YouTube 也有数据哦。你知道吗？我们这个影片到时候会不会更多人看得到？然后白燕的这个 YouTube 的这个我们的官方的 YouTube 的网站会不会有更多人看得到？就因为你做了什么，他最后会有这个数据分享。所以你们对了，我已经看到有一些我们刚刚是从60几个 reaction 到了102。好，所以现在聪明的同学们已经开始在做这件事情来。我们看同学们要在旁边的地方按哦，不是在下面留言哦，留言1000个心都没有，是在旁边这里哦。我等一下好可爱，有同学600个心都出来了。我想看要按旁边这里，对，旁边这里。我们进行 YouTube 教学是不是？也蛮有趣的，你不觉得吗，老师？蛮有趣的，因为其实很多学员来参与我们的这个白燕气功学习之后，他才发现原来他还能够增加第2个技能，对，就是在电脑、手机、3C 方面都提升很多哦。是。好，我来讲一下这个热情曲线哈。我们的数字就这是这一次团练的哈。当然呢，我们每一次团练、每一次做活动、每一次做上课的时候，或者是课后以新学一堂课的时候，我们也都会做团练嘛。团练之后都会有数据哈。那你会发现，老师以前可能是做这样子的团练安排，过一段时间又换了一种团练安排比如说以前可能是连续7天或者连续10天怎么老师最近的团练改成3天之后又隔个5天，然后又再3天。其实就是因为我是根据数据去安排。为什么呢？因为我们有一个学习热情曲线哈，所以我们看这个最高峰，就是最开始的时候，我们的正阳宫的第2天的团练都是700多人哈，所以他是一开始大家的热情非常高涨哈，然后到了第3天的时候就开始往下走，然后中期就是这个低谷期，就是第5天到第7天，所以我就会比如说我们在新学的课程之后，比如说大雁或回春，你会发现以前我做团练是这样子连着串下来的就是7天或者10天的这样团练，后来我就把这个团练改了，就3天之后我们就就是隔几天，然后再下一个礼拜又3天的团练。为什么我们这么做呢？都是因为数据告诉我们，第4、5、6、7天人的热情会向下。因为有的时候也需要公司聚餐有时候需要加班有时候需要有点私事。其实不是，这个就是热情曲线哈，就是这个热情曲线不是因为我们同学不够努力，不是我们同学不够有耐性或怎么样，就你不管学什么，它都有一个热情曲线。那作为我们做老师的哈，或者是我们做规划者、策划者，我们一定要找出来最能够帮助学员的哈。我当然可以连着10天，连着7天，可是当这个热情曲线明明是下来的，你看730到480，我有200个学生，就200多个快300个学生，就没办法享受到本来他应该可以参与享受的这个，那可能就是因为他的热情曲线是掉下来了哈，所以这是为什么我会去调整。我今天呢这个我们正阳宫比较不太一样哈，但是我要让大家知道就是我们
们用这个数据来跟大家讲老师所有的安排。我知道有些同学会常常写给老师说，老师你应该做点这个做点那个，你应该这样应该那样哈，我都很收到大家的建议。不过呢，老师的所有的安排都有数据做支撑哈，而且因为我做教气功30年，才会有这么多的对数据的敏锐度。那我所有的安排背后只有一个理念，这个理念就是让更多的学员得到最好的练功的体验哈。那老师，我想请问，你说吧。请问一下，你古时候学功的时候，师父有给你安排团练吗？哎呀，古时候学功的时候，师父连讲都不太讲，比划完了人就走了，自己想吧。我那时候在想说，你知道吗？我后来在想说，哎呀，古时候我要是有一只手机，或者是有个录影机，或者是摄像机，我就把师父的那个影像录下来，我回家去练，我就照着那个影像练，我一定会变成更厉害。你觉得对不对？不对，因为通常我们录了以后大概都不会把它放出来看。你知道吗？我就是因为古时候那时候也没有摄影机，也没有手机，也没有录影，所以呢，然后师父来的时候就练一遍嘛哈，练完了以后跟你讲个2句。你知道吗？我那个耳朵恨不得就塞到他的嘴旁边去，然后所有的精神就高度集中，因为过了这村没这店呢，师父走了，你就自己靠自己了。所以我那个时候的学习是，就生怕我。因为他走了以后，他下礼拜才来，你中间忘了就忘了，你这个不会就不会了。反而我自己个人认为是学习热情非常高涨，而且在那个就是在那个学习的专注力是非常非常强的。那现在其实我们有了各种各样的这种回播啦，有什么了，有什么要给时间，你知道下次跟大家分享哈，就是学员一直要求老师你那个课要回播多久多久多久。然后呢，我们这个各地区负责人一直说，老师你就是要回播，就是要回播，就是要回播。然后我说好，我跟你们打个赌好了哈，就是老师做很多事情真的不是为了因为我要给什么或不要给什么，我都是数据背后在做支持的。我说我回播之后，我跟你讲，同学反而学习品质会下降。你知道为什么吗？我们很想知道为什么，但是时间一直不断逼迫我们，我们心里好矛盾啊。其实我觉得为什么，就是说你觉得反正我还有的看。就是有那种心态，对，就是那种依赖心态哈。OK， 我往后走，就是除了这个学习热情，还有一个参与疲劳度的曲线哈。就是这个它是有一个曲线的。参与疲劳度就是什么？一开始的按赞啦、打卡啦、留言啦、分享啦，然后谢谢啦这些，然后它就开始下来了哈。那这个下来很特别哦，在中间竟然上来，就是在第5天到第7天，我们不是在那个学习热情曲线上面是下来的嘛，就是那个来团练的人就变少了，可是参与热情反而是在那几天变多了。你知道发生什么事吗？给你猜。为什么？因为他发现他没有持续的时候，身体有一些反应。不是，这就是白燕家族的重要性哈。就是那几天我们动员了白燕家族的，就是这个大家们去留言和打卡，突然发现同学们也开始跟着留言和打卡，然后整个的这个参与的这个热情就高涨了。代表什么呢？就是你需要有人带着你去做正确的事情哈。有的时候我们自己会觉得哎就这样吧哈，但是呢你看到别人在做，你就会发现哎他们都在试试，对，我也来试试看，我也来留言，我也来打卡。然后当我们开始参与留言打卡的之后，那个参与热情和那个就是学习热情又回来了。所以我们最后几天的那个就是当我们留言打卡人数变多之后，那个学习就是参与的那个团练的人数又回升了哈。所以每一个人都好重要，每一个同学都好重要，白燕家族非常重要。能够在白燕家族里付出，你不要以为你只是留了言，或者是你只是在那边写了心得，其实是
拯救了好多学员回来再继续团练，我觉得这真的所以好重要，好重要。真的真的，所以不要默默的什么都不做哈，一嗯，定要你做了以后要再去参与，其实有一点有来有往哈，我有收获，然后我也有付出，最后其实受益的都是自己啊。真的，真好，的，真的，好，好，那我们时间，哎，对不起，那个玉华教练，我得在这边嗯，加一下哈，因为好，我们最近大家都在团练正阳功的时候，就同学们就在嗯，问说正阳功他没学到，那老师对，决定在做第4梯次的招生。本来其实今年呢，嗯哼，因为年初我们已经上过正阳功了，本来我就没有打算嗯再做正阳功的招生，一年本来只是招一次。但是呢，我发嗯，现，因为我们在做团练的时候，很多人说老师我都没有上到正阳功，我都没有上到正阳功，那我是不是现在可以上正阳功，后面还可以参加老师你未来还有的团练？然后我觉得是因为这个团练让嗯大家对这个功法有了认知和好奇，那我就决定再嗯。开第4次的课程啊，第4梯次的课程。老师，那个和气毕业的学员可以参加吗和气毕业的学员就可以参加，那它的好处就是有？OK，365天无限看，有密集直播课。嗯那这个密集直播课，我们可能会放在下半年或者是明年初哈，就是嗯你可以先跟着这个我们的这个无限回看哈，就是先练，然后到了下半年和年初的时候，燕宽老师还会再做这个密集直播课，然后有就是总共1320分钟的课程哈。嗯其实这个课程呢，就是你老师安排的是非常好的，你一次就是上1个小时哈，然后每一嗯，次就是一个小时，一个小时就会学会一个很重要的区块，然后最后的课就会把它全部组合在一起。所以我觉得因为这个课是完全我设计为了线上学习的。哈，因为以前我们的所有的课的设计都是为了实体教室的嘛，这个课就是为了是，线上课而设嗯计的，所以我设计的时候，我知道这也是数据显示哈，就是他的这个专注力1个小时是极限，所以我们就设计每一次就学习一个小时，一个小时呢就嗯。学会它一个可以独立练的一个区块，然后到最后就把它组合在一起，你就会觉得哇好棒哦，组合起来这样子，所以，同学们，如果你还没有学过正阳功的话，刚刚你也有看到很多的这个师兄姐有学过的他们的分享哦，你可以往上滑一下这个留言，就可以看到很多同学的这个分享，非常的棒，请你一定要这个把握这个机会。所以是这个老师现在秀出来，这是2025的这个活动，对不对？对对对，正阳宫的这个课我没放进去，是因为我是临时决定的。其实我是看很多人的留嗯言，或者是也有人这个写客服问哈。那本来我们嗯今年是没有打算再开正阳宫，我们年初已经开过一次了嘛哈，所以没有嗯打算开。但是因为正阳宫的这个团练之后，真的问的同学蛮多的哈。然后也有同学在问说，那我下半年，因为有些同学想要学回春功啦，有些同学想要学六阴屁股课了哈，那又要加正阳功，他觉得，哎，我是不是这样子会消化不良？其实我觉得正阳嗯功这个课就是买来以后慢慢学哈，它并没有一个急促嗯性，然后因为我们会。就是这个，不管正阳功第1梯次的课程，同学2次、3梯次，这是第4梯次了嘛？每一次我嗯就会在每一年都会做这样子的团练啦、辅导啦、复习啦、嗯活动啦，哈，所以其实是嗯，我个人认为是你越早学，你参与的次数会越多嘛，因为它是的，是累是的，积上来的哈，就是对，比如说第1梯次就现在正在已经学过，但是2年半前的同学，他现在再来参加团练的时候，他的吸收力、他的练功的这个基础就当然会更好啊。那如嗯果你是打算学这个正阳功，其实你就把它当成一个随时可以练、随时可以学，没有一个急迫性，必须马上把它练会和学会，嗯因为它是一个细水长流的一个学习的方式，也是一个细水长流的功法哈。但是呢，我还是建议就是你一定要具备大雁和回春这4个，就是大雁初级班、中级班和回春初级班和中级班的这4个课程哈。我觉得说实在的，我觉得没有这4个课程哈，你很难看到自己一路练下去了。
好，就是坚持练下嗯去，你是要有这4个课程，因为第一，这4个课程给你带来完整的进步的一个体验，一个行气，一个活血。我光嗯有阴没有阳，光有阳没有阴都不行嘛，阴阳一定要平衡的嗯嘛，哈。那第二个就是嗯，说，你有了这4个课程，你才能够今天练这个，明天练那个，不然你每天都练一个功法，会非常无聊的，就像每天都吃一样菜一没错，样哈。所以你一定要有这个对，不同的功法。那第三个就是我们的嗯身体的状况会不一样，有的时候是嗯这个比如说上火了、感冒了，然后月经痛了，嗯，然后这个肠胃炎了然后或者是这一段时间痔疮发作了，你是需要不同的功法去解决这些问题的哈。所以我没错，是个人，白燕老师是，你让我拿掉任何这个大雁和回春的任何一个部分都没有办法，因为已经是精致到它是最重要的东西全部组合在一起了。哎，我们要不要讲一下这个对，2025的活动最后的时间？好，好，好，最后时间，好，那个我们马上就要大成功的奖励课程了哈，就由我和嗯玉华教练，这一次我们的大成功呢是让你重新认识莲花养心法哈。我知道，我们所有的学员都学过莲花养心法了哈，但是呢，学过嗯不代表全部学过，好，因为这个当这个教因练在教课的时候，他的任务就是把莲花养心法的功法的动作教会大家哈。那当你练功一段时间之后，我想再让你从另外一个角度去看这个课程，不是功法动作，不是功法动作啊，你不要以为我们嗯，要给你查功是啦，提升对哦，对对对对，是真的是提因为我觉得功法的升哦，查功是就是这个很基础的一件事情，不必要由嗯，白燕老师来做，对不对？好，那是的。我会从另外一大个角师出马，怎么可能会是那个跟平功法常一查功，样呢？同对对对，因为学，我们教练都做得非这个常好，他们的查功是复习都做得非常好。那白燕老师会从另外一个角度，让你重新认嗯，识莲花养心法里面的一些心疗的细节。好，就是为什么这个是的，功法对你的心的改变？为什么你一练莲花功，你就会觉得莫名其妙的人就心就打开了？感好，动，就是整个人就是一个开阔的状态哈。所以那到底是是这个功法里有什么有什么厉害的元素放在里面，而达到这样子的效果大成功的同学记得哈。我们是5月25 5月号的十五早上号，9点到12点3个小时的密集的对，课程哈。那在这个课程结束之后，等于是我们25号上完课，26号到6月1号我们会做7天的莲花祈福团练哈。那哇，这个太需要了哈，太需要了，为什么要做这个好，团练呢？其实是第一个我在感慨现在的社会纷争，好，那第二嗯个我在感慨地球的改变哈，这个嗯你看现在的突然就热了嘛，而且嗯这个热是今年夏天会大家都很难熬哈，这个地球的改变。嗯然后第三呢，我也在感慨大家好辛苦哈。我知道很多同嗯学有身体健康的问题，有家庭的问题，然后有事业的问题，有收入的问题，有这个财务的问题，就是各种各样的问题。我觉得我能感受到很多学员身上那个担子是非常非常重的哈。我想白燕老师想带着大家一起把这个担子卸掉一些，把心里面的一些苦卸掉一些，这就是我们莲花的祈福团练。那这是没有任何宗教的问题，所以你不要想是有宗教，我们是练功哈，只是在练功的过程之中，我们学习去面对自己心里面的这些压力这个情绪的这些感触，然后把一些身上的重担卸除哈。所以这是莲花祈福团练。然后接下来我再来，们就会做这个抗老回春法早鸟的说明会。我们大雁和回春不是一年就只有1梯次课嘛？各开一梯次，各开一对，梯次。你知道很多同学很可爱，说老师你这个课好少哦，开的很少哈。但是我觉得所以要把握哈，要把握，第一是要把握，第二就是说其实这个梯次就够了哈。白燕老师和燕宽老师还有我们所有的教练，并不是想要无限制的收很多很多的学生，学生太多我们也服务不了。我们真的能服务的就是这样子的因为我们不是卖一个课程或卖一个什么这个什么线上影片或者对不是，对？卖多少，反正我不管了，卖了你自己看，你自己学，就
无所谓，我们是要带着大家，而且服务嘛，有很多服务都是，教练都得一个问题一个问题一个问题的回答的哈。那我们都是要手把手、手把手、手把手的，然后一直带着走的，所以我们没有办法这个招太多的学生啊。OK，好，接下来我会做这个大雁五行的团练哈。那当然这是开放给我们大雁五行的所有的学员，已经学过的，对，已经学过的。然后我也特别安排了周间的早上晚上，周末的早上晚上哈，就是不同的时间段，因为我们有海外的学生哈，然后也有同学就是喜欢早上练功的，有人喜欢晚上练功的哈，所以这些都有帮大家想到了。然后接下来我们会做这个和气莲花团练啊，你会发现最近老师常常在做和气莲花团练这样子的事，因为我觉得今年很重要，是回到初衷啦。好，就是回到你最根本，然后回到当初你最受益的第一个让你觉得练气功真好，练气功有效，练气功有帮到我的那一份感觉。为什么呢？因为我觉得如果我们不回到那个单纯的那个状态，我们会追求就是追求功法动作，追求练的蹲的更低，追求的动作更标准，然后追求要达到什么样的状态。我觉得那个追求会让我们迷失，所以我们回到和气莲花，就是回到你当初的那一个单纯的感动。还有其实因为学过了这个初中高的功法之后，你再回头来练这个基础的功法，你会发现完全是不一样。那个带着气，你终于能理解说原来这个以前刚开始在练功的时候，那时候没有气感，或者是一直可能打着问号在想，教练说的真的有这么好吗？你当时可能有点疑惑，但是你现在再回头来练的时候，你一定会有一个反应就。原来教练说的是对的，原来老师说的这个功法真的就是这样哈，所以你一定要回来体验一下。然后我们就神奇幻海功的首播课程哈，我们这次的早鸟大家新的功法，对新的功法，然后这个同学们都已经报名好了哈。那我们这一次的神奇幻海功还有一个比较特别，就是我们有公益开放给就是我们的医护人员、我们的这个神职人员以及行动不便的这个身障人的朋友们哈，所以这个的申请也都已经做好了，也结束了。那最后我要特别提醒，我们今年会做3伏特别团练哈，不是每一年老师都会做，但是今年的3伏会是厉害的3伏哦。好，这是第一次做吧，老师？没有，第2次，我2年前还是3年前做过一次，那一次也是厉害的3伏哈。所谓厉害的3伏，就是你如果不在这个时间点跟老师参加这个团练，你会很容易上火，而且你会心情很烦躁，你会非常的郁闷，你会觉得心里面就是有一种莫名的好像那个人在挠你的感觉，你都不知道你的烦躁是哪里来，你不知道你的焦虑是哪里来。所以我们要利用这个3伏天把身体好好的调一下哈，然后我安排8月4号到8月10号带大家分别用不同的功法来做团练，有的时候我们会是在大雁的这个社团，在回春的社团，在高级班社团，在六阴社团，所以我们都已经安排好了，到时候大家来看通知哈。哇，同学们，这个身为白燕气功的同学们，是不是觉得太幸福了，对不对？今天听完白老师这样讲，就明白了，这每一个不管是课程或者是团练，或者是这个额外的这个活动都是非常非常的用心，背后所付出的这个很多的时间跟精力，还有包括要用很专业的角度去设计，这真的很不容易哦。同学们今天听完以后，有没有觉得哇，深受感动，对不对？你以后那个是不是听到老师有办各种的这个活动或团练的时候，是不是赶紧那个闹钟就设定好，一定不能够错过？当然参加过后呢，请你一定要把你的这个心得感受，你一定要去参与，就像老师刚刚有讲的，要通过大家的这个集体的这个力量，让我们内心里头对练功的这种热情跟持续呢，把它再激发出来。
所以同学们不要光只是参加哈，一定要呼朋引伴，然后同时要去参与打卡留言哈。这样子的话呢，说真的哈，这个老师或者还有这个所有的这个团队成员，大家的这个动力也才会更足，对不对？如果大家都是冷冷都没有什么反应的话，那我们大家就觉得可能你们没什么不感兴趣吧，那下次就少做一点。你知道今天我们并没有，好像没有回答到学员的问题，但是我觉得玉华教练很棒哦，他已经就是在那个潜移默化里面，已经把你们所有，因为我现在正在回看大家的嗯留言啊，他已经把你们想要问的嗯，问题都揉在他的这个跟老师的这个采访里面了啊，所以玉华教练棒不棒？棒，给个大拇指哈。谢好，那谢大家。我们今哎，天我们最后那个送出那个送出贵妃美容好来，宫的你送啊，真的送。太你纠纠结了，所结吗？以哈，很纠结，我也很好纠结。这个纠非常结交的纠结，给你哈。但是我们还是要送出去。好，我们嗯，今天就送给 SHE 耶。好，他很喜欢这个翱翔，觉得练翱翔的时候感觉全身热血沸腾，能量满满，非常的棒啊。好，那同学们，明天早晨呢，你就用这个热血沸腾、全身正能量的这个方式，开始你的第一天，把这个成功啊，这个正阳功的成功把它练起来啊。好，今天非常感谢白老师，我知道还有很多很多的这个资讯想要分享给同学，但是因为时间已经真的不早了哈，希望下一次呢，我们再安排时间啊，再给同学们做深度的介绍，好吗？好，非常谢谢白老师，来，同学们，我们按赞。按心给白老师安心。按心，好，给谢谢大他按到家，哦。那我们就下一次再见喽，同学们，拜好的，拜，拜从零开始拜，问到通，气功不藏私，拜拜，谢谢白老拜拜，师，大谢谢玉家晚安，华教练，拜拜拜。拜。